上回书说到，湘北陵南的比赛在陵南领先6分的情况下结束了上半场，樱木被福田打败，称之为人生最大耻辱。另一方面，上半场只拿了2分的流川枫展示出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沉态度，拿出上半场保留的体力以及自信满满的态度向仙道发出挑战。流川枫上篮抛手进球，仙道因为推人被吹犯规，流川枫加罚1球，一罚一中，湘北与陵南的差距只剩下1分之差。樱木嫉妒流川枫出彩，在心里描绘一系列自己打败仙道和福田赢得全场喝彩的小动画。愣神的功夫，持上带球突破了樱木，好在流川枫及时挡了上去，吹上传球给福田，福田起身就投，一投未中，福田自己抢篮板，三井上前欲要抢断，结果打手犯规。不愧是三井，福田想从他手中得分果然不简单。自从三井盯防福田，福田的得分就停止了。不过三井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池上的盯防，三井也很难再得分。田冈笑了，只要福田继续进攻，保不齐三井也会继续犯规，就算不犯规也能够消耗掉他的体力。湘北的后备球员实力不强，只要扯下三井，福田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最后还是要靠仙道和鱼柱来得分。田冈说完，仙道和鱼柱就打了一个完美的篮下配合，鱼柱投篮得分。湘北控球，流川枫特意跑到仙道面前挑衅，仙道交代直草盯紧宫城，宫城晃开直草将球给了三井，三井拿球快攻，来到篮下立即飞起，池上与鱼柱同时跳起，三井用眼角余光瞥见了流川枫，直接传球到流川枫手里，流川枫一个后撤步甩开仙道，接着向前一步投篮得分。樱木心里问候了流川枫祖宗18代，田冈教练浑身发抖，当初差点就把流川枫挖过来了，就因为一句湘北离家近，流川枫选择了湘北。田冈暴怒，大骂仙道没吃饭，给我好好拦住那个一年级，不要游手好闲。不怪田冈教练如此怒气冲冲，仙道可是全队的精神领袖，他如果败了，陵南就会陷入不安，就连鱼柱和福田也要拿仙道当精神支柱，所以仙道绝对不能被打败，这是王牌的宿命。仙道持球，流川枫赶过去防守，仙道笑道，那场练习赛是在3个月以前吧，短短3个月你就进步这么多，你现在好像就是高中篮球界的王牌了。流川枫，那个时候你嫩得像个初中生一样。说是迟那是快，仙道突然发威，流川枫后退几步，仙道举球投篮，这不就是流川枫刚刚用过的后撤步和急停跳投吗？流川枫心想，今天一定要和仙道硬刚到底。但没等流川枫想出对策，仙道已经先他一步抢断，陵南进攻。陵南的欢呼声还没有吸下去，宫城就将球抢了回来，快攻上篮，一气呵成。从这时候开始，比赛变成了拉锯战，因为失误而丢球的陵南目前只领先了1分。因为福田的进攻犯规，陵南频失进攻机会，然而以身高2米的鱼柱为中心的防守，使得湘北也没有机会得分。在30秒的进攻时间内，双方都在互相争球。面对陵南的进攻，湘北的防守由赤木紧盯鱼柱，三井盯福田，仙道被流川枫严密的防守着，陵南的得分机会被彻底封锁。但仙道还是很硬气，在这种情况下压着30秒时间跳投得分。可惜的是，裁判判此球得分不算。为了神奈川仅剩一席的代表权，两队一直在防守，在往后的3分钟内，两队都没有得分，从来没有这么严密的防守。湘北和陵南都守得非常紧，在这种时刻就是考验双方王牌实力的时刻了。最后还是仙道率先打开了僵局，拿到球后如入无人之境，赤木与流川枫同时起跳拦截，仙道再次使出拉杆，避开了赤木，拿到2分。仙道确实牛逼，但流川枫也不是吃素的，很快就进了一个3分球，强行扳平比分。下半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成了仙道和流川枫的个人秀了。相比之下，樱木却一直没有表现，不知道这家伙是在偷偷憋大招，还是真的没有状态，只能在一边走神歪歪，在大脑里幻想打败仙道和流川枫。流川枫和仙道继续个人秀，比分咬得很紧。台上流川枫的啦啦队都疯了，福田若有所思，看来之前自己高看樱木了。向仙道发起挑战的那个一年级比这边的红头发好太多了。樱木急得团团转，可是就是找不到状态和机会。可恶，我到底在干什么？樱木军的4大咖表示无奈。樱木只在开始的几分钟内出风头，现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任何被注意的眼光。晴子的眼里已经没有樱木了，满眼都是流川枫。杨平笑着说，我们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其实打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花道那家伙可以表现得跟流川枫一样好。在大家议论樱木的时候，陵南再次发起进攻，福田拿球盘到篮下，出手的一刻，三井起跳盖火锅，裁判吹三井犯规。这时三井已经犯规3次了，田冈得意洋洋，如果三井犯规4次就会被换下场，因为湘北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三井的位置。湘北大概还没有注意到，胜利女神已经渐渐向我们这边靠近了。宫城带球传给樱木，木木在台下焦急地喊道，大家不要操之过急，稳住脚步，制造机会，之后再稳稳得分。
这话对樱木根本没用，你越是让樱木稳稳的，樱木越是不听，他太渴望出风头了。拿到球后，一看到福田的一脸屌样，樱木更是气不打一处，必须要找回自己的志气。还没分出胜负呢，阿福、赤木与宫城都在提醒樱木传球，稳扎稳打。樱木一个假动作骗过福田，运球冲向篮下，篮下有鱼柱把守，见樱木来了，岂有任由他撒野的道理？天罡教练预感不妙，大声呼唤鱼柱不要拦樱木，这家伙说不定有什么花招。此时鱼柱也已经犯规3次了，再有一次就会被换下去。天罡教练心里非常忐忑。樱木来到鱼柱面前，一咬牙直接出手乱投，气得赤木大骂白痴。果然一球不进，樱木跳起来自抢篮板，接着又乱投，鱼柱恼火了，起身与樱木怒争篮板。果然还是樱木的弹跳更胜一筹，再次压着鱼柱抢到篮板。这时他终于要认真一把了。想起之前赤木教授他的投篮技巧，樱木决定一试。不过以鱼柱的暴脾气，绝对不允许樱木这么嚣张，卯足了力气一个盖火锅，被裁判吹了犯规。天罡傻眼了，这家伙身高马大，就是没脑子，脾气太大了，很容易进了敌人圈套。鱼柱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冷汗都吓出来了。彩子和木木张大嘴巴表示难以相信，樱木什么时候打篮球带脑子了？知道骗人犯规，削弱敌方主力，一个字绝。当然樱木完全是凭着狗屎运，他根本不知道全场在欢呼什么。三井和宫城走过来大夸樱木牛逼，这一球投得漂亮，进攻诱导鱼柱犯规的战术非常nice。这一下鱼柱想不下场都不行了。果然天罡教练非常无奈地换下了鱼柱。当剩下的时间很充足的时候，有球员犯了4次规，一般都会换下那名球员，以避免他再次犯规。这种情况下，林南换掉了防守的中心人物鱼柱，正是最好的反攻机会。鱼柱气得直跺脚，天罡大骂鱼柱是蠢蛋，那小子愿意投篮就让他投个够好了，干嘛去管那个傻子？樱木用出自己擅长的蹲马桶，量罚不中，赤木和仙道争夺篮板，樱木突然爆发，冲刺起跳，在仙道和赤木两人粗壮的胳膊里拿到了篮板球，接着迅速传给外线的三井一个漂亮的压腕，3分球进了，湘北以45-44领先陵南1分。很快陵南就尝到了失去鱼柱的苦果，没有了鱼柱，陵南的进攻不堪一击，篮下也没有人能与赤木和樱木抗争。虽然仙道很拼命，但陵南的球员被樱木和赤木接连封盖，差点打出心理阴影。球到了湘北手中，流川枫一投未中，篮板由赤木拿到，赤木将球给了樱木，樱木立即上篮得分。从最初的低迷到看见打赢的希望，木木激动差点泪奔。湘北的声势起来了，全员找回了状态，湘北的斗志越来越高，樱木也复活了。这就看出樱木将鱼柱拉下场后对比赛的影响有多大了。鱼柱见此情景更恼火，如果陵南输了，自己可是有直接责任的。现在就等时机成熟，自己重回赛场，一雪前耻吧。鱼柱瞥了眼身边的教练，心中默念：我绝对不能输。当年鱼柱进入陵南校队的时候，被人嘲讽只是个子大而已，没有体力，没有技巧，甚至连基本的体能训练都跟不上，他常常拖大家后腿。有人甚至说，像他的脚步那样不灵活，还打什么球啊？不得不说，当时的天罡教练是非常严格的，不过他自己曾自信地说，陵南的训练比海南和湘北都要多。天罡教练坚持让鱼柱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完成训练，鱼柱常常被累到呕吐，自己还每天被他责骂。他那时候认为天罡就是个魔鬼，直到有一天鱼柱绝望了，他告诉教练自己不想打篮球了，我没办法坚持打3年，总是挨骂，体力又差，而且自己只会拖累前辈们，大家都说我只是个子高而已。天罡教练坐下来与鱼柱促膝长谈，他告诉鱼柱自己在陵南当教练已经10年了，今年还头一次得到了足以成为球队中心的男人，那就是鱼柱。长得高不是很好吗？体力可以培养，技术也可以培养，身高却不能培养，高也是一种才能。鱼柱，等你3年级的时候，就是陵南打进全国大赛的时候。鱼柱暗下决心，不管是为了教练还是为了自己，都要打进全国大赛。福田带球出手3分，一投未中，没了鱼柱，陵南相当于失去了篮板。樱木频频抢篮板得手，球给到宫城，宫城刚要长传，发现机会不好，自己带球进攻，接着将球给了流川枫。流川枫拿到球后，仙道就第一时间跟了上来。流川枫瞥了眼从后方跑过来的三井，仙道预判流川枫要传球，立即前去阻拦。流川枫直接向左上方高抛，篮下赤木拿到球，玩一颗陨石一样坠落，双手暴扣，瞬间引爆全场。目前湘北已经领先陵南5分。樱木得意大笑，赤木很少见的走过去抓着樱木的脑袋，应和夸赞，篮板抢得很漂亮。木木看着场上的风云5人组，心中的激动抑制不住，会赢的，湘北会赢的。那5个人头第一次产生了球队的默契，可以打赢的，我们可以参加全国大赛。湘北这边声势起来了，陵南急了，福田拿到球不管不顾直接出手，
这么远的距离能投进就出轨了。樱木与仙道争夺篮板，反复跳跃的过程中不小心一拍，球进了，乌龙球。樱木懵逼了，仙道走过来表示了感谢。福田面无表情地说：“你这个人还是有优点的嘛。”这件事应该可以荣登樱木一生中第4件耻辱事件了。樱木满脸通红，赤木走过来，一掌摁在他的头上，樱木冷汗直流，恐怕赤木会突然给自己一刀。赤木黑着脸说：“鉴于你刚刚积极拼抢，这件事可以容忍。”海南青田笑得肚子疼，阿木却严肃地说：“虽然帮对方得了2分，但形势依旧不会改变。现在的湘北队实力是前所未有的强大。”还剩下10分钟，湘北领先陵南3分，宫城与三井、赤木打了一波配合，比分又拉开2分差距。陵南一个个愁眉苦脸，赤木故意挑衅的看向休息区的鱼柱，那眼神分明在说：“我赢定了。”仙道拍了拍手，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时间还很充足，不要操之过急。仙道的话让陵南队员们稍稍安了心，恢复了冷静。鱼柱对其十分佩服，仙道是全队的精神支柱，他比自己更适合做队长。陵南进攻开始，池上假动作晃了樱木一下，本以为这球稳了，没想到樱木居然能够连续跳跃，都不带缓冲的。池上还没出手，樱木连跳3次，不仅盖了池上一球，还在空中把球给抢了。池上傻了，这家伙是畜生吧？樱木终于集中精神了，那个叫阿福的家伙系好脖子，等着挨虐好了。